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我们要一起深入探索的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我可能错了，身临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作者比约恩的人生转折，真的蛮有意思的。对啊，从一个很成功的经济学家，然后选择放下一切，跑到泰国森林里当了17年的僧人。17年，哇！所以我们今天这趟探索，就是想跟你一起看看，从他这段很不一样的经历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关于放下啊，怎么面对不确定感，还有怎么找到内心平静的一些新角度。那我们先从书名聊起好了。我可能错了。作者自己说这句话是他的超能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对，听起来很简单，但感觉又很有分量。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个到底打开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啊？这个可能2个字，我觉得是关键。它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自我提醒。自我提醒，对，也是通往慈悲跟洞察力的一扇门。你想想看，当你愿意稍微松动那个我一定是对的立场，心里是不是就好像多了一点空间？好像是比较不会那么硬。对，很多冲突，不管是跟别人还是跟自己，常常就是源自于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没错。那如果你愿意想，我也许没看到全貌，我可能错了，那份固执放下了，不只是跟人的关系会变好，你也能更开放的去理解这个世界，还有别人的观点。这不只是一种谦虚哦，它更像是一种让心灵自由的练习。听到让心灵自由，我就想到作者描述他刚开始学冥想的时候。那个很有趣。对，他说他脑袋里根本就像是猴子巡回马戏团一样，乱糟糟的。哈哈，对，这个比喻我想很多人都有共鸣。我想你可能也很有共鸣吧。那他是怎么透过冥想，特别是书里提到的呼吸练习，从这种混乱里找到方法的？尤其是在他人生走到谷底，感觉非常焦虑，甚至是有点绝望的时候。这个关键点，其实蛮妙的。重点并不是要去压制那些念头，或者把猴子赶走。不是要让脑袋安静下来吗？那几乎不可能，对不对？脑袋本来就会想东想西，重点是学习觉察。觉察。对，就是不带批判地，只是看着这些念头来来去去，像在看电影一样，看着他们上演，但不跳进去演。听起来有点难呢。一开始会觉得难，没错。所以呼吸练习很用，因为念头它需要你的注意力才能活下去，它会一直想把你拉走。对，很容易就被拉走了。所以一旦你发现，我又被卷进去了，就把注意力轻轻的、温柔地拉回到你的呼吸上。拉回到呼吸。对，感觉气息的进出，因为呼吸一直都在嘛，而且它很中性，不像念头那么多戏剧性。呼吸就像一个锚。像一个锚。对，把你定在当下。书里有个比喻也很好，就是把紧握的拳头想象成你抓住念头不放，然后练习把它慢慢摊开，变成手掌。手掌心的沙子是不是就自然流走了？好像是这样，不用用力把它丢掉。对，就是放开，让念头来，也让它去。这个方法后来就变成他在人生很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在西班牙感到绝望，或者后来面对其他挑战时，一个能稳住自己的重要工具，可以说是一种处理内在风暴的救命锁。这个内在的救命锁听起来真的很受用但作者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人修行啊，他还在寺院过了整整17年的群体生活对，那种生活听起来非常规律，很简朴，甚至他自己形容有点古怪。的确有些外人看来会觉得古怪的规定。那这种生活听起来充满了无法掌控的变数，比如说跟谁住、吃什么之类的，这种日子会怎么样去挑战一个人想要控制一切的本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寺院生活真的可以说是放下控制的密集训练营。密集训练营。没错，你想想看，你不能选室友，而且可能每个月就要换房间。
还要一直换。对，然后一天通常只吃中午那一餐，而且吃什么完全是看外面的人布施什么，你不能挑。哇，这真的很多事都不能自己决定。就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逼着你学习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就是接纳现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一直想要把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书里有个比喻就像海滩上的石头。石头？对，海滩上的石头是不是都被浪潮跟其他石头磨得比较圆滑？对耶，比较少看到棱角很分明的。寺院的群体生活就有点像这样，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各的棱角，在这种无法控制的环境下互相磨合，慢慢的你会学会跟不完美共处，不只是别人的不完美，还有自己的。然后渐渐放下那种对人对事想要掌控、想要批判的习惯。所以是透过外在环境的限制来练习内在的放下。没错，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寓言，那个可能是可能不是的故事啊，我知道那个老农夫的故事。对，那个故事的核心其实也点出这一点。对于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不管是别人看来是好是坏，先不要急着下定论。放下那个绝对的判断。对，因为你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保持一点可能好也可能不好的空间，更能去拥抱生命的不确定性。这个态度感觉跟我可能错了是相同的。完全是，都是一种开放跟接纳的态度。那从这个放下对外在的控制，到接纳内在的念头，书里有一个章节的标题是成为你在世界上最想见到的样子。对，这句话很有力量。结合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像是觉察啦、放下啊、接纳啊，这句话在你来看，它可能指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怎么去实践？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目标很大，对不对？好像是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呀，会这样想。但我觉得，结合书里作者的经历来看，它的重点可能更在于，内在品质的培养。内在品质？对，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你这个人本身。比如说，透过持续练习去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感觉什么。诚实面对自己。对，非常重要。书里也提到坦诚过犯的重要，还有就是乐于服务他人。像作者早期也做过志工，并且尽量活在当下，而不是一直担忧未来或懊悔过去。种你想看到的存在。没错，你不用刻意去做什么伟大的事，光是你自己内在状态的转变，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了。重点是从自己内在开始下功夫，所谓修身嘛。从自己开始。这让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了。作者在书里其实很坦诚地分享了他后来罹患绝症，就是 ALS 渐冻人症的经历。是的，这部分很触动人心。他形容自己像是提早进入了与死亡相会的候诊室，他也深刻地知道一切都会离你而去。面对生命的终点，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恐惧的事情，他是怎么看待的？那份我们能感受到的平静跟接纳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谈到死亡，佛法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就是无常。无常？对，也就是说，宇宙间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来来去去的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一样自然。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想要抓住什么，想要让它永远不变，那本身就是痛苦的来源，因为这违反了自然的法则。所以接纳无常是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你还记得前面提的可能是可能不是那个故事吗？记得。那个态度其实也适用于看待死亡。死亡这件事本身其实是中性的，是我们对它的抗拒，我们的恐惧，我们对失去的执着，让它变得非常沉重。是我们的想法让它变沉重。对，再加上作者在寺院那么多年，他亲眼见过很多生死离别，也参加过不少火葬仪式。这种经历让他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比一般人更为自然一些，比较不那么禁忌或可怕。是的，
所以他的那份力量，我觉得是来自于第一，他对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跟接纳；第二，就是他常年透过冥想、觉察这些修行的练习，培养出来的那种内在的平静，还有放下的功夫。所以是理解加上练习。知行合一，知道道理，并且在生活中不断练习，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这让他即使面对生命的终点，也能保有一份难得的从容跟清明。所以说，如果不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是一种超能力的话，那今天听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个让你感到特别困扰，或者让你紧抓不放的想法或念头，你愿意试着，就只是试试看，把它轻轻的放下？只试试看。对，不用马上丢掉。就是观察它一下，看看当你稍微不那么用力抓住它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出现？哪怕只是观察一小段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好，那今天谢谢你的分享，也别忘了把这篇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